1989年12月20日凌晨，当整个巴拿马都陷入沉睡之际，几声猛烈的爆炸声却瞬间刺破了夜晚的平静。紧接着，电台里传出尖锐的哭喊：“美国佬来了！美军入侵巴拿马了！”那天晚上，2.7万美军打着正义事业之名攻入了巴拿马。美军占领了铁路、机场等所有交通要道，用炮火将国防军总部夷为平地。伴随着经久不息的爆炸声，整个巴拿马都被火光与浓烟吞没，一幅地狱景象。美国之所以不顾人权和国际舆论，大张旗鼓入侵袭击巴拿马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活捉曼努埃尔·诺列加。曼努埃尔·诺列加是何来头？美国政府为何发动重兵抓他？他的结局又是如何？如果喜欢今天的主题，请动动手指点赞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下面让我们走进曼努埃尔·诺列加的故事。1934年2月11日，曼努埃尔出生于巴拿马的首都巴拿马城，父亲是当地一名底层工人，薪酬微薄到难以养活一家人。或许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亦或是想为儿子寻一条生路，曼努埃尔5岁那年，他被遗弃在了孤儿院门口。坎坷的童年经历很大程度地激发了曼努埃尔的野心，他立志发愤图强，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那个年代，对于没钱没背景的人而言，改变命运最快最直接的途径无疑就是参军。于是20岁从巴拿马大学毕业后，曼努埃尔选择进入秘鲁乔里奥斯军事学院学习，攻读军事工程专业。拉丁美洲一向有美国后花园之称，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美国就开始以经贸合作、加大投资的方式，大力拉近与拉美国家的关系。秘鲁也是其中之一。1941年，秘鲁与厄瓜多尔爆发了一场领土战争，尽管这场战争归根究底又是美国资本霸权的一次阴谋，但作为美国战队的那方，秘鲁却尝尽了甜头。其在避厄战争中大获全胜，不仅成功将争议区域占为己有，还夺得了一部分厄瓜多尔的领土以及亚马孙河的全部主权。自那以后，秘鲁彻底成为了美国的小弟，并于1952年与美国签订了众多军事合作协定。换而言之，50年代时，美国势力已经侵入了秘鲁的军事领域。曼努埃尔在秘鲁学习军事知识期间，表现出色的他被美国中情局的一位站长相中。随后，该站长积极游说，顺利将曼努埃尔吸收为了中情局成员。美国之所以挑中曼努埃尔，他个人的技术实力还是其次，美国真正看重的还要数他巴拿马人的身份。巴拿马位于中美洲最南部，是一个国土面积仅 7.5 万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，看上去还不够殖民国家塞牙缝的，可上天却给巴拿马开了个超级大挂，世界7大工程奇迹之一的巴拿马运河。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最具价值的运河之一，它连接了太平洋和大西洋，具有举足轻重的航运、商贸和军事价值。除此之外，作为全球最贵运河，单单是中国每年交纳的过路费就超过100亿。正因如此，巴拿马才会沦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存在。从19世纪初起，美、英、法、西班牙等国就为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争得不可开交，谁都想独吞这块大蛋糕。拉锯战你来我往，打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1903年，美国介入巴拿马内政，怂恿高官策划政变，才赢得了那场斗争。1903年11月3日，巴拿马正式脱离新格拉纳达，成为巴拿马共和国，而美国也顺势拿下了运河的开凿权和管理权，以低廉租借费单独掌控巴拿马运河65年之久。巴拿马虽然备受压迫，但其毕竟是个独立主权国家。随着政权的交接，思想的变化，巴拿马国内对于拿回运河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大。为了把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，美国决定故伎重演，培养亲美势力，从巴拿马内部击破，而土生土长、能力优异的巴拿马人曼努埃尔就入了他们的眼。只不过，美国千算万算，却偏偏忽略了2个至关重要的点：一是人的野心与欲望，二是爱国心。前提就提到过，美国对于巴拿马而言，就是侵入者兼利益掠夺者。据悉，
那大半个世纪里，美国每年仅向巴拿马政府缴纳25万美元租借费，然后掠夺走1亿多美元的通行费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还在国土面积本就狭小的巴拿马强势划分出一块运河区，归于美国掌管，也就是变相的殖民地。试问一下，面对入侵祖国、疯狂吸血的敌人，除了极少数自私自利、吃里扒外的人以外，谁会真心为敌人做事呢？至少曼努埃尔属于大多数。事实上，早在高中时期，曼努埃尔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人生的军令状。他表示，有朝一日我能够当上总统，我的第一志愿是驱逐美国人。可见曼努埃尔对美国有多么恨之入骨。以此推断，1954年曼努埃尔之所以答应加入美国中情局，那就是来了一招卧薪尝胆，计划积攒力量，等到时机反扑。从乔里奥斯军事学院学成毕业后，曼努埃尔先是回国参加国民警卫队，靠着自身实力逐渐晋升为一名小军官。那几年时间里，曼努埃尔是否为美国提供了什么秘密情报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曼努埃尔丝毫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怀疑，同时还被彻底确立为重用对象。1966年，在中情局的安排下，曼努埃尔接连前往台湾省政工干校以及美国布雷格堡深造。美国这样做，一方面是想系统化锻炼曼努埃尔的情报能力和心理素质，另一方面则是要给他镀金。在美国的步步设局、暗中周旋之下，曼努埃尔于1970年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情报局长，一跃进入巴拿马政府中心。或许在美国看来，曼努埃尔是其一手扶植起来的，他应该会乖乖做美国的马前卒，以便谋取更多的利益。可曼努埃尔远比美国预料的更有野心，也更加不好控制。大概从美国镀金回国后，曼努埃尔就慢慢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。虽然表面上他仍然配合着中情局工作，还照常领着美国薪酬，可实际上他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崛起反扑做起准备。那期间，曼努埃尔主要做了2件事：毒品和靠山。众所周知，毒品是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，只需要用很低的成本收购罂粟、古柯等作物，然后批量提炼制作，走私国外，就能赚个几十上百倍的中间差价。借助自身的军队背景，曼努埃尔开始涉足贩毒和走私行业。随着职务和权力的提升，他的毒品帝国也越发壮大。关于曼努埃尔毒枭之路的具体经过，并没有太多相关资料。不过，作为和巴勃罗、布兰科、昆沙齐名的世界10大毒枭，曼努埃尔在毒品世界的势力和影响力必然不容小觑。凭借贩毒和走私，曼努埃尔赚得盆满钵满，那数不清的钱也成为了曼努埃尔收买支持者、扩大势力的资金。与此同时，眼光毒辣的曼努埃尔攀上了奥马尔·埃雷拉这股势力。奥马尔在1968年带头发动了巴拿马版10月革命，一举推翻当时刚组建10天的马德里政府。政变胜利后，奥马尔以国民警卫队司令的身份成为巴拿马最高实权者，而曼努埃尔则是在10月革命爆发前就抢先投靠到奥马尔麾下，并在1970年又一次政变中为奥马尔守住了江山。所以曼努埃尔升任国民警卫队情报局长一事，除了美国的暗中助力外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奥马尔的提拔。此后数年间，曼努埃尔同时傍着美国和奥马尔2棵大树，混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。他肆无忌惮地靠毒赚钱，进而用钱养兵，收买人心，个人势力和权力不断扩大。直到1983年9月，曼努埃尔一举夺过军队和议会，成为巴拿马最高实权掌握者。说起曼努埃尔的篡位之路，那也是相当精彩。1977年，曼努埃尔彻底撕下假面，将几十年前就准备好的枪口直直对准美国。曼努埃尔高举国家主权的大旗，高调发声，要求美国归还运河主权。要知道，美国不留余力培养助推曼努埃尔几十年，目的就是希望与他里应外合，进一步增强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。没曾想，曼努埃尔在利用完美国后，竟然反咬一口。曼努埃尔的变脸令美国政府怒不可遏。不过那时的曼努埃尔早已不在意了。一方面，曼努埃尔本就对美国恨之入骨，只是出于大局考虑，不得不陪笑脸周旋。如今美国能发挥的作用都发挥完了，他自然不再需要演戏了。
另一方面，羽翼已丰的曼努埃尔决定向少年时代的终极目标发起冲锋，也就是巴拿马总统。而要想达成这个目标，除了在军政府内的权势之外，还需要赢得民心。很显然，对于那时的巴拿马人民而言，与美国对抗、夺回运河主权就是他们最渴望的事情。1981年7月31日，奥马尔在空难事故丧生，趁着巴拿马政权交替的混乱空档，曼努埃尔一步步夺得了国家军事大权，随之控制政府和议会，于1983年正式成为巴拿马最高实权者。有传闻称，奥马尔的那场空难是曼努埃尔一手策划的，目的就是清除最大障碍，趁机夺权。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，那么曼努埃尔的野心和狠心程度就真的令人心惊胆寒了。之后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猜到了，曼努埃尔上位后，他一边疯狂打压政敌，在巴拿马实施独裁统治，一边千方百计与美国抗争，誓要夺回巴拿马运河。面对曼努埃尔的行动，美国毫不意外地搬出了他惯用的连环打压政策。首先，美国全面中断了对巴拿马的投资和援助，并对其展开经济制裁，导致巴拿马国家经济严重衰退，工业生产频频陷入停滞状态。接着，美国开始拉拢曼努埃尔的政敌，同时大力引导舆论，在巴拿马掀起了反对独裁、追求民主的抗议浪潮。然后，美国和巴拿马接连对曼努埃尔提出指控，表明其广泛参与了贩毒、走私、洗钱、谋杀等犯罪行动，彻底将曼努埃尔的形象推翻，让其沦为千夫所指的犯罪头目。做好一切准备后，美国于1989年12月20日打着为民除害的正义旗号，大举入侵巴拿马，从而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面对2.7万精锐美军的全力进攻，以及数不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曼努埃尔和他的军队很快便宣告溃败。那场巴拿马战争中，美军成功活捉了曼努埃尔。因为诸多罪行，曼努埃尔从1989年至2017年间，先后被关押在美国和法国，直到2017年5月29日因病逝世。美国间谍、世界级毒枭、巴拿马总统，曼努埃尔的身份可谓积极复杂且具有颠覆性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是一个深刻的爱国主义者，潜藏敌营数十年，坚持要夺回国家主权。但以另一个视角来看，曼努埃尔却又满身罪恶。他大肆贩毒，铲除政敌，不顾民生实施独裁统治，将本就困境重重的巴拿马带入了更惨痛的境况之中。面对这种反差，只能说一句：人都是具有多面性的，很难单纯以好或坏去界定。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喜欢，请转赞、评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